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红红跨国日记，我是 Ari， 我是小红。又到了每周跟大家分享以色列生活倒数的时候啦。这礼拜虽然不像上礼拜一样有出去玩，但还是有很多精彩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，像是久违的去朋友家吃了Shabbat dinner，也就是安息日晚餐，然后也去参加了医学院朋友的毕业典礼，最后还有去以色列外交部的参访等等。那就让我们开始这礼拜的分享吧。好，安息日晚餐，这个是我们一个球友邀请我们去的。那一天是礼拜五，打完球他就载我们去。不过打球途中呢，小红就接到电话，临时通知说她的娘家有事情需要处理，所以就变得女主人不能在家准备晚餐。那到了他家之后，就发现是他们家的小弟弟在处理所有的食物。那个弟弟才要升国一，结果虽然我们球友就是他爸爸回到家了，但是呢，他爸爸就只负责准备饮料给我们，对，然后就去洗澡换装了。全交给弟弟处理大家的晚餐。安息日晚餐对他们来说是很特别重要的一餐，都要准备很多道菜，是个大餐呢。他小学毕业就要承担这样的重责大任。不过他看起来是蛮 enjoy， 很享受这个过程。就看他在厨房待了2-3个小时吧，从我们到开始吃饭，他几乎都没离开过厨房。对啊。好，这个Shabbat dinner我们去过蛮多次的嘛，Shabbat dinner，所以以前就已经知道他们的习俗啊，还有整个过程是怎么样。Shabbat dinner就是在礼拜五的晚餐，礼拜五是他们安息日，所以就安息日晚餐。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。对啊，那也蛮常会邀亲朋好友的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安息日就不能够用电用火，所以很多时候都只能走路去朋友家吃饭。或者是太阳下山前可以搭车去朋友家，下山之后再走路回自己家。所有的男生头上都要戴个 kippa， 就是像小帽子一样的东西。那我每次也都会戴。开饭前都会由他们家的男主人朗诵经文。每次呢都是念同样一段。那应该已经念了几百次了，因为每个礼拜五都要念。但是呢，他们都还是一样会拿一本小书出来，照着书看着书念。我就问过那个朋友，为什么你们应该都会背啦，还是要这样？他也说不上来，但是好像少了那本书就怪怪的。他们在念完经之后，会需要大家一起 share 分享那一杯红酒，应该是要红酒，但是因为家里有未成年人嘛，所以就用葡萄汁代替那个红酒，由男主人先喝，接下来呢就是照年纪，从年长的开始一路喝到最小的。每个人都要喝同一杯。那也因为这个习俗呢，之前 COVID 的时候，他们宗教程度越高越虔诚的，那个确诊率越高就有这个很直接的关系。对，不过这一家的小妹妹，因为她年纪最小，所以她前面呢，就全部的那一杯都已经大家喝了一轮。我每次都有发现，妹妹最后都把那个杯子拿了以后，就给她妈妈说拿去倒掉。因为那个葡萄汁就太甜了，其实没有很好喝啦。所以大家真的也都只是沾一口而已。对，然后喝完葡萄汁，喝完红酒或葡萄汁呢，接下来就会要分一个面包。他们在安息日会有一个特别的面包，叫做哈辣。就是它希伯来语有特别给这个面包一个名字，不然一般的面包全部都统称叫做 lehem。所有其他的面包都叫 lehem， 就只有安息日吃的这个面包叫做哈辣。它就是大的辫子面包。真的是这么大一个？对。只有周末会卖吧？礼拜四、礼拜五。礼拜四、礼拜五，其他天都看不到的。那个哈辣面包很便宜啊。他们都是那种大大的，
然后如果你是周五去超市要买的话，他们是用纸箱，然后那些面包就直接放在地上。它的标签呢、条码也都直接贴在那个面包上面哦，没有什么塑胶袋啊，什么纸袋给你装，没有，那个哈拉面包就是一颗，然后放在纸箱里，然后就像卖西瓜一样，一颗一颗一颗的，然后你要的话，你就自己拿那颗哈拉，然后去那个柜台结账。那个标签还撕下来，你还看到残胶粘在面包上。不过也因为它比较便宜啦，所以我刚来的前几个月，其实蛮常买的。你很大一个嘛，所以买回去可以吃很久。哦，我们之前有一次有特价的时候，一颗1块，一颗1块。那时候买了2颗回来，冰箱就满了。后来就再也没买过了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了，然后吃不完。那这个面包呢，就会很大一个嘛，就撕一小个一小个下来，然后沾一点盐巴分给大家。然后盐巴就是撒在桌上，然后你的面包去沾盐巴吃。那有一些家庭他们也会点蜡烛，但是我们去的这个朋友他们家就没有点，所以他们有时点，有时没点。大部分都没点，对的样子。这就是以前我们每次去大概都会经历这些仪式。那这次呢，他们先上了鱼，然后上完鱼之后，我们吃完，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肉要上来，烤肉、牛肉啊、鸡肉。结果呢，就说要换盘子，就是对犹太来讲，他们吃完鱼一定要换盘子。那为什么呢？解释是说这样比较不会被鱼刺吃到，怕鱼没吃干净。怕你挑起来的鱼刺，然后你又放了肉上去的时候，你会不小心吃到原本你剩下的鱼刺。所以这次我们就新学到了这个。对，就是原来鱼肉跟肉是要分开上的。对啊，不能放在同一个盆子上来。不过这也是要蛮看家庭的。我们也有去别的朋友家里吃过Shabbat dinner，他们是鱼跟肉是一起上的，因为可能一个家庭里面有人是不吃肉，只吃鱼。所以就是还是要看每个家庭的状况。那一家他们基本上是不吃kosher。所以他们就不用分。对，他们是不吃kosher，他们那个吃完饭洗碗机就直接给它按下去，对吧？对。不像我们这次去的这个朋友，他们如果要用洗碗机，还要叫我们帮忙按一下。对啊，叫做什么goy shabbat。goy shabbat。我忘记什么意思。那如果他们找不到不吃kosher的人，一般是找不太到，那可能就会叫他们年纪最小的去按。小朋友没关系。对，小朋友没关系。对，好，关于Shabbat dinner呢，就分享到这边。接下来是礼拜6。有做了 bagel， 自己动手做，因为这边以色列的 bagel 啊，都是那种比较松软，比较像面包。对，有点像汉堡包的那个皮，可是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，就是扎实的那种。就是即便我们已经去这边的 bagel 专卖店了，还吃起来还是不够硬啊。对，不够有嚼劲。对，不够有嚼劲。所以这次自己做的话，稍微像一点点。第一次嘛，之后再慢慢改进，对，慢慢改良。OK， 这是食物的部分。还有什么事情？再来就我们去参加了医学院朋友的毕业典礼嘛。他们硕士班毕业的毕业典礼，毕业嘛要有花，要有仪式感。对，那你也刚好有经验嘛，以前有买过花。那你有在我们医学院那边就买过花？医院的花店主要就是卖给你去探病，或是去迎接新生，所以就他那个花店也有顺便卖气球嘛，对，有米老鼠的气球啊，蚊蝇的气球都有，我给小朋友的一些东西这样。那里面的东西是真的贵，它是比外面的花店再贵个可能快2倍价钱要，就是它一束花它是可以卖到你台币3000块。3000块。而且看起来也没有多特别啦。对，它没有说包装的很漂亮或者什么，没有。那个已经比
像是以色列机场，它的那种花束自动贩卖机还贵很多，对所以呢，我们又不止一个朋友要毕业，3个3000块，那还得了？所以我们就去那个马哈尼亚胡的，耶路撒冷的大市场，对，去那边买花。那附近有一些花店这样子，这次第一次进了花店，买了花才知道原来他们这边卖的花，它包的都很简陋，就是用个随便的纸包起来而已底下还是镂空漏洞的，会滴水的，就我们是用一个塑胶袋装着。边走呢，那塑胶袋底下的水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那我们看这样之后，直接拿这个花在毕业典礼给别人，好像他也很难处理。那滴的全身都是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有去以色列的小北百货去看看有什么包装纸比较适合的，可以把花包起来。不过以我的经验，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买个玻璃纸，他们这边的玻璃纸，然后再买个缎带，那就是最好的了。因为他们这边的包装纸实在是又贵又丑，它就是一些卡通的图案，一些人物的图案，然后看起来还是盗版的。对，然后你那个包在花上面，就是整个很不搭。它没有素色的包装纸，或是给你一些粉彩的，或是淡淡的，或是雾面的。No， 没有，它就是给你。他用 print 上去的那种卡通的包装纸，而且一张就好。多少？110台币。所以还是买个缎带就好。而且后来包起来效果不错啊。对，那个素的也 OK 这样子。其他认识的人经过看到都觉得蛮漂亮。我们朋友收到花很开心嘛，我们也很开心。为什么呢？一方面是替他们开心，二方面是这个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就有buffet可以吃。这就是毕业典礼跟那天买花的分享。再来就是礼拜一的时候，我有跟希伯来大学一起去参加以色列外交部的参访。他是在耶路撒冷，那审核也蛮严格的，就是你进去前，他是要核对你的护照跟报名的资料，然后也是要排安检，然后甚至进去就是要带一个不可拆卸的手环。那个丢掉了吗？我找一下，丢掉了吧？没有，还在这里。这个就是塑胶的，但是是完全拆不下来的。我是回家以后，这个手环是我回家以后用剪刀剪掉，因为我在外面用蛮力怎么扯它都扯不掉。而且这个扣也是很难扣的，它是就是一个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听了2位外派到美国以及那个南非的外交官的分享，就是一位1小时这样。然后很久哎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听他们分享他们在外面在国外如何推广以色列文化嘛。对，驻美国的那个外交官，他是说他最主要的工作是怎么样反对，因为不是只有去那个沟通，或是去跟人家谈合作。他说他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反对人家。
他是驻美国的，所以他的身份的话，跟另外一位外交官就是截然不同的。那因为在南非的那一位的话，就感觉他的工作性质好像比较 chill， 欢乐鼓掌。对，他就是做一些慈善，例如环保的义工啊，或是做一些教育的活动比较多，就是去刷以色列形象。对，就我们觉得比较亲近当地人的一些外交的活动。跟美国那一位就是完全不一样，美国那一位就是感觉是去跟人家谈判。对，那位美国的外交官就有说，以色列人如果否定对方的时候，会直接跟他说 "You are wrong"，然后美国人的话否定的话，他会说 "Oh, I heard you"，他就说，所以完全不一样。外交部里面除了我们跟那个外交官的对话，就是提问题以外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后来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有去参观一下外交部的环境。那其中呢有一个装置艺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它是一颗在户外的红石榴，一个大大的红石榴。那它是太阳会直射下来，然后那个红石榴是会亮亮的这样子，因为它都是用碎片，就是红色的马赛克去拼出来的，很大块很大块，但是它很大颗，所以每一块就是大概这样一颗一颗的马赛克去拼出来的，所以会不灵不灵闪。对，会亮亮的。那因为太阳很大，所以我们大家就是看一眼，然后就跑去旁边阴影处，然后刚好遇到了他们的那个设计师，那个装置是结合科技的公共艺术。我们近看的话，可以在那个碎片上面看到它有名字，就是很多语言，我有看到的是有俄文的名字，有英文的名字，当然也有希伯来语的名字。后来设计师都跟我们说，把你的手机对准那个名字，哇！然后大家尝试了以后才发现，天哪，那个石榴就是它每一个碎片上面的名字，你对下去的话，它就会跳出10月7号的受害者他们的故事跟一些生平，然后它可能会播放他的影片，他的家人说了什么。里面应该是有买 NFC 感应晶片。对，所以那个设计师应该是要过去做一些调整的。所以那一颗看起来你会以为它只是一个水泥做的一个石榴，就是放上那个马赛克拼贴，但是没想到它竟然是你要拿你的手机去对，然后开启你的蓝牙这样。有那么多资讯藏在里面。对，而且那个石榴的话，它在犹太文化里就是象征的生命嘛。所以就是让我很印象深刻的。因为通常我们如果在一些会堂外面啊，或是一些博物馆，比较常会看到的是上次你说的那个帮助过解救过犹太人的人的名字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你说像是辛德勒的名单嘛？对，就是在大屠杀期间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德国的那些各国的外交人员。比较常会见到这个东西。它里面有一面墙是。对，但园区内也有一面墙是放那个名单的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就是半天，从早上9点到12点半，1点。这就是我的外交部参访小心得。以上就是这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啦。希望你们喜欢。那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进去以色列的花店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进去过。那我们家的花跟我们家的西瓜是一样的道理，它都会自己长出来，自己切好，自己出现在保鲜盒里面。这段可以剪吗？可以啊。OK。